大家好，我是新颖。今天呢，在我身后的这个 property 的话呢，我要跟你们介绍的呢，叫做 The M Macaulay。为什么我要介绍你们这个公寓的话呢？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场景，就是很有度假风的感觉，对吗？没有错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你的这个公寓呢，它是属于比较度假式的公寓。那它这边的设施的话呢，有非常多很特别的设施，好比方说我们的壁球。然后还有我们的高尔夫球模拟室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泳池，沙滩的话呢就有4个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 gym 啊、playground 啊等等的这些设施，全部都有，高达45种设施。那很多人就会问，诶，这么多设施，这么好的这个设施的话呢，管理费一定很高，对吗？不会的。这边的管理费呢，只需要3毛1 per square feet， 所以的话呢，它的管理费是非常的合理和划算，而且还价格不高。这个 M Macaulay 的地点的话呢，就位于我们的 Medini 区，它去我们的 Eco Botanic Bukit Indah 是非常的靠近，而且去我们的 Tuas Highway 也非常的靠近，只需要10到15分钟的时间。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话呢，它的楼下就有一个 bus stop， 你可以坐我们的 Causeway Link 去到我们的 Tuas 那里上班。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我们的单位吧 ，Let's go！还有洗衣机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上到我们这个单位这边来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总共是有3栋单位，而且它是非常低密度的。一层的话呢，只有8到10间左右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是在我们的34楼，它总层高是39楼。那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的单位吧。我会告诉你们这个单位的话呢，它有附送什么东西。首先，你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个鞋橱是送给你的 ，OK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门，它还有附送我们的这个电子锁。所以我现在来带你们看的这个单位的话呢，是我们的 Duplex 复式单位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楼中楼。那这一间单位的话呢，是1119个 square feet， 有2房2厕。首先你一进来的话哦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这个厨房 ，OK， 厨房的话哦，送的就是包括我们的 kitchen hob and hob，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洗手盆这边你看到的厨房的橱柜都有送。OK，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yard area， 它 yard area 其实不是很大。这边的话呢，只够放得到一个洗衣机 ，OK。然后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楼下的话啦 ，Duplex 它有什么特点？首先它的特点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挑高的 ceiling， 这个就是我们 Duplex 的一个特点啦。那挑高 ceiling 有什么好处？首先当然就是它可以给你感觉没有那种压迫感，因为它的层高很高嘛，高达差不多6个米。然后的话呢，他们的采光也会很好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大片的这个窗帘来讲的话呢，它那种感觉气派的感觉就很不错咯。然后这里的单位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注意到啦，等一下我带你看其他单位，你都可以注意一下，它所有的楼栋都不会有那种就是 blocking 的那种问题，就是不会有其他的楼层跟你是面对面的，因为它这里的设计呢是斜对角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外面的场景 ，OK， 对面的我们的楼栋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楼栋都是斜的，所以你不会跟你的邻居直对到，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景色，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啦。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balcony 来讲的话呢，是设计一个刚刚好、小小够用就好的一个概念，因为如果 balcony太大的话呢，它会占掉你的那个屋内的面积，就是变成你的屋子就会变小，因为 balcony 其实是有算进去你的 square feet 里面的 ，OK。所以它楼下的话呢，除了有我们的厨房、客厅的话，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厕所，就是还有我们的房间 ，OK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楼下的房间。所以楼下房间来讲的话，讲真的，它不小，但是也不会到很大，中规中矩。其实不算中规中矩啊，我觉得算是以 common room 来讲的话，算是蛮大 size 的，而且你可以看它的那个采光，也是给到你整大片的玻璃，这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啦。因为如果一个房间它没有那个阳光的话，你会觉得很阴暗，而且你看它放了一个床、一个
橱柜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衣橱，它的位置还是很宽敞的，我觉得它的 size 是 OK 的啦。然后它的厕所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的 size 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它还有送这个 shower screen， 很多发展商哦是不会送这个 shower screen 的 ，OK。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它连这个都有一起送给你啊，这种橱柜啊，这种玻璃的橱柜，所以它每一个厕所都会有送这些东西啦。所以我们去我们的楼上看吧。如果你有兴趣要了解更多的话呢，我们的链接就在我们的描述栏下方，可以点击来联系我们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楼上的单位，然后你可以注意到的话呢，就是连它的楼梯扶手哦，都是用我们这个玻璃跟我们的白钢扶手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发展商它真的是很贴心啦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楼上哦，它就很像我们的那个排屋这样子，它有一个小厅。这个空间的话，如果你需要多一间房间，你可以给它隔起来啦。那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做成我们的一个 study area 或者是一个办公的 area 都 OK 的。然后你有注意到吗？2房2厕，可是为什么会有多一个门在这边？原因是哦，这个门可以通去外面的，也就是讲说，如果你回家的时候，你不想要走楼梯上来，你想要 skip 掉那个客厅的位置，那你就直接坐电梯到我们的35楼。你就可以进来了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，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房间了咯。这个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我们的主人房。主人房都讲是主人房嘛，所以肯定会比我们的 common room 大一点点啦，没有大很多，但是有大一点点。然后一样哦，你可以看它的景色是很美的啦，有一个湖在对面。然后它的位置方面来讲的话，也是中规中矩，然后还配有这个 cabinet， 这个橱的话是附送的 ，OK。然后可以看它的厕所大小差不多啦，刚刚有送的东西，那种 built-in 的 water heater 啊、shower screen 啊这种啊，全部都有送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门，很多人的门哦，就是一片板罢了的，没有这样懂设计，它连这个设计都有给到你，我是觉得很不错啦，这个发展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它除了有我们的 duplex， 然后的话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型啦，我会带你们过去看 ，Let's go。如果你不喜欢 duplex 单位，你懒惰爬楼梯的话，不要担心，我现在带你们来看的呢，就是我们的861 square feet 2+1房2个厕所的单位 ，Let's go， 我们进来看吧。一样哦，这边的话橱柜也是全部做到完给你了的。然后我觉得这边好的地方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厨房哦，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大大的镜子，也就是讲说，如果你煮东西油烟味道很重的话，你可以开窗口，那个味道可以出去哦。然后这边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蛮适合家庭住的啦，因为这边的话呢，它的客厅你可以看啊，我觉得是蛮宽的。因为很多的客厅的话呢，它最多是到这一边，就是这边就是沙发了。可是这边的话，它还有多一个2片砖的位置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空间感是蛮不错的啦。然后再来的话哦，你可以看到一样咯，它也是有包可尼，而且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个地方哦，你可以出来看一下，就是它的这个 aircon ledge 的位置。它的话呢，有这个位置是给我们的 aircon。这样子的话那些 service aircon 的人他们会赶来跟你 service， 因为很多 condo 他们是不敢来 service condo 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危险，他们掉在外面。所以很多 service aircon 的人呢，他们不喜欢做公寓的 aircon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个 compressor 在公寓的外面是很危险的。可是这边的话呢，你不用担心叫不到人，因为它是很安全的，它是有自己的 aircon 位置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房间的位置。房间的话呢，它是2+1房啦，所以它的房间的话呢是连着的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厕所，然后你可以看到 standard 咯，它的厕所全部的那一些 shower screen 啊、镜子啊，全部都有。我们先看我们的 common bedroom。common bedroom 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的位置这一间算是蛮大的，因为它除了放我们的衣橱、床以外，它这个位置我觉得还可以再放一个梳妆台啦。然后一样的话，它都是 unblock view 的一个景色。OK， 所以我们去看我们的主人房。那主人房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 wow 的一个点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进来看看，哇，你看到吗？它的那个窗口。
这边的这个窗口，讲真的啊，很少公寓会设计到这么大片的这个窗口，最多就是一个墙嘛。可是这边至少用了1个半墙的这个位置，所以它的采光整个很好，有那种整个被包围的感觉。而且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是这边装了一个电动的那个开关的话，你早上一起来你按开，它整个这样一开出来，那种整个场景进入眼帘的那种感觉是很不错的。 OK， 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哦，然后还有这个衣橱也是有送啦，这些全部都是有送，还有它的厕所是包在里面的。 OK， 嘉义房，它的嘉义在哪里？它的嘉义就在这边。它的嘉义比较特别，没有那个门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如果你是要拿来做成房间的话，可能你可以自己加一个折叠门还是怎样啦。不然的话呢，你这边其实可以做你一个study area 办公室之类的一个地方，不一定是要拿来住人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的下一个单位吧 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单位的话呢，它是2房2厕，753个 square feet。所以如果你需要的房间不是到需要很大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格局很适合你啦。然后再来，你可以看到一样，它这边进门来讲的话，这边就会有一个 L shape 的小厨房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来到我们的客厅区域，就是我们的饭厅，然后跟我们的客厅。讲真的啊，这个格局 for 2房2厕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了，因为现在很多2房的单位都只是600多 square feet 而已，可是这里的话呢，给到你750多个 square feet， 所以它的空间感是很足够的啦。然后一样咯，也是有给到你 balcony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 unblock view。OK， 它这里可以发现到它所有的户型都是 unblock 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无遮挡的一个设计啦。它的房间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有左边跟右边啦 ，OK。它这边来讲，我们先看我们的 common room。common room 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空间其实蛮大的。它这边放的 size 应该是 super single 啦，我觉得放到 queen size、king size 都 OK， 因为它整个空间很宽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啊，它放了这个，还可以放我们的衣橱，而且衣橱是3个门的，你知道吗？客房其实不用放到这么大啦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厕所咯。然后它的厕所的话多数厕所啦都配有这个窗口，所以就是比较通风一点点，然后那个湿气不会勾在里面。OK， 然后再来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主人房 standard 咯，配有自己的厕所。OK，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空间是这样子啦。老实讲，它的主人房不是很大啦。如果你要我老实讲的话，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大，不过该有的都给得到你，有一个床头柜，然后床跟一个书，还有一个我们的衣橱啦，这个位置放下去是刚刚好足够的。OK，so for 我们的这个2房2厕来讲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局。我们现在再去看我们的下一个单位吧 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单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 Dual Key Unit 1152个 square feet， 然后它是属于双钥匙的一个概念啦。什么叫双钥匙？双钥匙的话呢，就是你一大门进来了过后，它这边就会有2个单位咯，也就是讲说你可以买了1间单位，然后1间单位出租给别人，然后1间自己用这样子啦。OK， 所以我们先进来的看的话呢，是我们的就是属于 Studio 单位，它配有自己的一个厕所。OK，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进来就是看到完的一个格局概念啦，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Studio， 它的感觉就比较像我们的酒店这样子咯。通常这种会租的人呢，就是在新加坡上班，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回到家，然后也不会想要煮东西，所以它会配有一个小小的厨房。最多给你煮一个Maggi面这样子啦，然后它连这种洗衣机的位置啊、冰箱的位置全部都留好了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它一个多 key 的 studio 概念啦，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家庭孩子长大了，他们的孩子喜欢自己一个房间的话呢，这个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子的用途啦。然后再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比较大间的这个空间，就是我们的2房2厕的这个空间，它总共加起来是3房3厕啦。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，是我们的2房2厕。然后厨房的话呢，它是属于一字型的，然后它也有这个 yard 的 area 这个是有送的啦，就是我们的洗衣机烘洗烘一体的。就是它可以一个晒衣的一个空间，那你可以这边装一个那种 rack， 这样拉出来的，这样你可以在这边晒衣，不需要晒在阳台，或者你可以直接用烘也是 OK 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它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空间，可以给你放你的咖啡机啊，一些烤炉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啦。然后它的客厅一样咯，我觉得蛮宽蛮大的啦，然后也是一样 unblock view 的一个景色。
然后你可以看它这边的话，两房两侧来讲的话，它的小房就相对来讲会小了一点点啦，只是放得下一个小床罢了。所以如果你要放了一个床，可能就会比较窄。如果你是拿来做办公室的话，是会 OK 一点啦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厕所咯。这个厕所来讲的话，会比之前的看起来会大多一点点，会比较大一点。其他的话呢，它的 size 都是差不多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主人房，一样它的主人房配有一个宽宽的这个玻璃窗，然后它的 view 是很不错啦。这个窗口讲真的，我觉得是蛮浪漫的。有时候尤其是你晚上开上来，然后可以看星星、看夜景，是很不错的咯。然后这边一样，它配有自己的这个厕所啦。OK， 然后这边的房型价格来讲的话呢，它是从400多千到600多千都有，所以是主要看你是想要买来自住呢，还是投资，都是 OK 的。这里的话呢，我带你们看了几个户型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个人的话呢，其实是蛮喜欢这个地点的，因为这里的话呢，它很度假风，很舒服的感觉。那很多人问我呢，到底这个户型的话呢，你又说可以自住又可以投资，那到底是适合自住还是投资呢？首先，我个人认为你需要先喜欢这个地点、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的环境，你才可以去考虑要不要投资。因为如果连你自己也不喜欢的话呢，你就不期待别人会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呢，我觉得这里的话，你要先喜欢，然后你才可以考虑投资。然后那投资它有什么价值呢？这里的话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，现在很多人就在讨论美丽地区是不是在转着 leasehold 转去 freehold。那其实这个的话呢，是已经在进行中了。那相信如果它从 leasehold 转成 freehold 的话呢，这里的房价升值空间是很大的。而你呢，现在是用着我们 leasehold 的价钱来买这边的房子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要了解更多的话呢，可以点击我们链接来联系我们。我们的链接就在我们的描述栏下方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